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呢是在波士顿的市中心附近，这里呢差不多就相当于纽约的曼哈顿了，但是走在这里呢，看起来和曼哈顿还是有些不一样的。首先，街上的人就没有那么多，看起来马路上很宽敞，也非常的干净。这些大楼呢，看起来也好像是新盖的。今天呢，我要去逛一下波士顿的 mall， 他们呢都是在室内的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一个重要商业和购物中心的地方了。这里呢，就算是波士顿市区内的一个热闹地方了。来这个地方呢，交通也非常的方便，地铁、公交、步行、自行车、自己开车都是可以的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地铁站了。地铁站的对面呢，就是这个购物中心了。波士顿和纽约唯一的不同呢，我觉得就是停车位没有那么难找。在市中心附近呢，都可以找到停车位，但是在纽约曼哈顿的话，我觉得如果自己开车的话，应该是很难找到停车位的。我现在来的地方呢，就是一个叫做 Copley Place 的购物中心。这里的品牌呢，都是一些比较高端的品牌，还有一系列的精品店为主。这里呢，离 Prudential Mall 也是非常的近。现在呢是7点钟左右，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营业时间，星期一到星期六是11点到晚上8点，星期天的话是早上11点到晚上7点。在波士顿生活的话，出门真的要趁早。如果你是下午才出去的话，可能很多地方都已经关门了。像很多华人超市6、7点钟就关门了。我记得我之前7点钟去买菜，超市的那个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赶人了。但是夏天的7点钟呢，天还没有黑，还是有很多人去买菜的。看来波士顿的群众和商家都非常的享受生活，即使有钱呢，他们都不赚，宁愿早早的回家享受生活。在纽约的话，7、8点钟这个时间，无论是在法拉盛还是曼哈顿，都是人来人往，很多人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来的也比较晚了，进来的时候已经全部都关门了。商场虽然已经关门了，但是人们仍然可以进来。好像穿过这个地方是有其他的车站，而且这个 mall 里呢还有一些酒店，所以我想这就是关门之后仍然可以进来的原因吧。看了一圈呢，感觉这里面的大牌也真不少。算是一个走高端路线的商场了，感觉在这里面逛一圈呢，几乎所有的大牌都能找到。不知道这是有人在商场里遛狗吗？这个商场呢，一共有4层楼高，里面呢有商店、餐厅，还有一些精品店。因为整个商场都关门了呢，所以我就没有整个商场都走遍。这里好像是商场的第2层，还是人来人往的，有很多人在里面走路。今天可真是名副其实的 window shopping。这个商场的服务可真是贴心，这里竟然还有可以换钱的地方。1楼的人呢就比较多，
2楼的人呢就很少了，不过这里还有2个美女坐在这里聊天。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原因，我感觉这个地方要比纽约的 mall 大很多。这个地方呢，只是它购物的地方，它还有另外一部分。不知道纽约的朋友们看到这个视频，会不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？据说呢，纽约的罗斯福帽是比这个地方要大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呢，这里比较大一些。这里呢，好像是一个餐厅和酒吧的连锁店。我觉得外国人最大的休闲娱乐方式就是去酒吧喝酒聊天。楼下呢，应该就是一个酒店，这周围呢有很多的酒店。这个车呢，好像是可以在陆地和海上同时行驶的车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过，但是还没有坐过。穿过这条走廊呢，应该就是 Prudential Mall 了。这个 Prudential Tower 呢是1964年建成的，但是之前呢主要用于办公楼和其他商业用途。但是在1993年呢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新和扩建，所以才建成了今天的这个 Prudential Mall。左边这一家呢是卖健身设备的，最出名的是室内健身自行车。右边这一家呢就主要是卖咖啡机和咖啡胶囊而闻名的。这一边的商家呢好像也都关门了，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从这里通过。这边呢还有一家糖果店。我觉得每次去逛街呢，总是会去逛那几家比较熟悉的店，所以有很多店呢，不知道它都是做什么的。我发现呢，越是不知道呢，越不会去逛，所以每次逛到一些地方呢，看到一些不认识的品牌，就那样过去了。也不会去看看它是干什么的。往左边继续走呢，应该就是地铁的绿色线。所以呢，通过这种贯穿的方式呢，就可以轻松的走到地铁站。如果是下雨下雪的天气，也不用担心。这个商场里还有一片绿化的地带，修建的也是非常的漂亮。如果从刚才的那个商场一直逛到这边的商场，相比较起来就感觉这个商场非常的大了。这里呢还修建了一个室外花园的休息区。这里是波士顿市中心高楼顶层的360度观景台，可以观看到波士顿市区的全景。这里呢一共是有52层。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意大利超市，里面卖的东西呢都是意大利产品。喜欢品尝新事物的小伙伴们可以来这个超市逛一逛。这个超市的名字呢叫做 Italy， 它是一家国际连锁的意大利食品市场。走到这里呢，我们的视频也已经
马上接近尾声了。从左边这个电梯下去呢，就已经可以走到街上了。今天就逛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